甚至比如说你会看到一些年纪比你长的，你会知道说我60岁的时候有地方可以去，对，而不是死了，就是60岁消失了。对，我们30岁以上，这软件上就消失，没有人会理30岁或者35岁、40岁以上的人。对，但是他们就在这儿，他们活得非常开心。我们上一部分聊了很多，其实梳理了中国近代史上这个同性，中国科技史上同性交友是如何一步一步进化或者演变的，然后它真的是伴随着时代的命运和个人的命运，对。然后还有就是还有就是他们如何影响了我们个人的交友行为和社交方式。没错，对，还有就是这个社会层面上来看的话，除了卖 prep 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对呀，刚刚我们说了很多夸 Romeo 的好话，对，但其实 Romeo 如果大家我估计看这个视频的人，并不是很多人知道 Romeo 这个软件。但如果你知道的话，你会发现它是个非常难用的软件，就是基本没有什么设计，就是德国的互联网产业基本上是处于2000年左右吧，还梦醉千禧年。对，而它的那个平台的页面设计也没有那么好看，对，花哨，对，还是有点原始和粗糙的。某种程度上，就我们刚聊到资本嘛，就是在我看来 ，Romeo。我不知道，我自己真的是不知道这是德国的问题，还是经济的限制，还是怎么样？它背后是什么？但是你能感觉出来 ，Romeo 和他的用户并不是一个资本的游戏，就它并不是像美国和中国在科技层面，在科技发展的那一段时间，就是说我一个 app。我只要圈够足够多的人，我的用户就是我的资本，我可以上市，我可以融资，我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可以投广告。对，然后最后就是以贩卖广告这样子来做。你会发现 Romeo 并不是 ，Romeo 更像一个众筹项目，对，就是它是一个没有广告的会员制度。那它的会员也比 Grindr 便宜很多。所以也不奢求吧，我觉得他一定赚的比 Grindr 要少很多，但是他能够维持现在这么一个将就能用的状态，以及还在活跃的社群，这些都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是软件本身和社群共筑的一个结果。没错，对，用户对于这个平台来说，不是一个圈钱的资本，不是一个可被工具化的一个东西，而是用户就是用户，它是一个主体，然后它这个平台提供一定的基础建设，让用户可以在这里建立一个 community 的感觉，大家是平等被对待的，更少的被物化和商品化。对，相反，在其他的一些平台上面，用户就是来提高这个平台的活跃度，然后就一切充斥着消费主义的资本主义的逻辑，所有东西都是短平快，你很难在这样子的一个逻辑上面建立你想要的那种真实的、真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短平快是一个对大家会。因为我刚刚还在想说所谓的这个社区构建，因为如果我之前是在做交互设计的话，其实也会想要去听用户的声音，也想去做东西，但是你会发现这个的确是一个 ROI 的问题，就是投入产出比的问题。大家并不是说一个好的功能大家都很喜欢就可以去上线，因为我们还要计算你上线之后能带来多少收入，多少成本。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去看 Romeo， 你大概能理解了，因为交的钱很少，所以他虽然有这么一个群体，但是他的软件并没有这个足够的能力去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它只是那么存在。但是你会发现，反而它的停滞
成就了他在今天飞速飞速往前，不停在往前走，但是发现前面没有尽头，而且越走越觉得变味儿的一个一个发展路径里面，他守住了那个守住初心。对对，就是呀，做咱同性恋自己的软件，就是这个意思。对，因为你想想那个，大家知不知道这耿乐的整个的故事？就是一开始他不是一个北京的警察嘛，然后因为想要做，觉得这也是很有初心的一个故事。他一开始做了弹丸网，然后又变成了一个这个，又赶上了移动端发展的快车，变成了手机应用，再到后来，所谓被资本做局，然后被踢出这个资本游戏吧。是，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如果其实你慢慢就不是说你忘了初心，是身不由己了。对，毕竟资本是要盈利的，那如果他要保持某种初心，那他必须会舍弃一些东西，那这不一定是股东们想要的东西。对，那你觉得该怎么解决这件事情？这就是一个非常让我做股东比较这个我觉得是我们这个时代大家都开始回过神来的感觉，就是我们好像曾经投入了很多信念，然后相信了很多直线发展的道理，所以我们一直觉得我们只要拼搏，我们只要努力，但最后发现你拼搏努力之后，你并不是有话语权的那个人。至少用户不是一个可以投票的，对，用户可以对这个软件的发展起到很大的贡献作用呢，还是说反过来我们被他吸纳进来，然后他收集了我们的数据，然后去做 AI 广告，然后把我们卖掉。对，对于用户肯定是希望平台是某种支持我们的一个存在。但现实层面确实是这种例子是比较少的。我们刚聊这些软件里面非常少有这种可能。这就回到人类建立关系的某种本质的问题，就是线上的连接真的能够让大家就是从交友的最初的目的一步一步发展成友谊，发展成亲密关系，尤其是对于同志群体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打问号的去多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每天投入这么多的时间在这些软件，我们每天刷来刷去，匹配来匹配去，左滑100个右滑100个，最后我们得到了什么？就我们这些时间投入，最后得到一场空。somehow， 我记得我几年前就是谈恋爱，谈的那个恋爱之前，我就是对所有的软件彻底失去信心，我把所有的软件全部下载了。我觉得在这上面已经没有办法找到任何一个正常的关系的可能都没有，就是我感觉我是浪费我的生命，每天看一些照片，然后匹配一些人，然后你也不知道该讲对，就什么都没有。对，我觉得好无聊，好没有意思，我就把这些软件都卸载了。然后大概卸载完1个月之后，我就有了一段缘分，然后是通过朋友的一些就是搭桥，然后认识了当时的男朋友。然后我回顾我过去几年啊，追溯可能过去5年，我所有的亲密关系都不是通过软件认识的，就我没有在任何软件上面发展，真的交换照片，然后最后发展成关系，而是说几乎都是同学或者是朋友一些推荐搭桥，然后要不要认识一下他或者什么的，然后就这样啊。对，当然我们可能联络是通过社交媒体，那没办法，但我们的最初的认识机会都不是通过软件，我刷一刷，我匹配你匹配他，而是说通过这些机缘巧合或者是线下的聚会。蛮有意思的。对，所以我自己在反思就是社交媒体和交友软件对我个人的意义，可能性上面能够得到一些这个。你跟我的路径很不一样，因为我的所有亲密关系都是软件上认识的，我跟我老公现在也是 Romeo 软件。呀，对，所以我觉得社交软件有用，就是你把它当成一个工具，对，它可以提供选择，最初的选择和机会。
就我们不可能说对我们抛弃电脑或者抛弃手机，对对对，并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不能把社交软件的世界当成一个真正的社交世界，是对，所以不要陷入其中，然后真的去拓展很多线下认识的可能性。是，像我最近的那个 crush 不是也是线下？对，我真的真的，你看线下是的，那您这个线下可有的说了。对，像我们柏林的同志社群，我们是有定期的这个线下的聚会的。然后可以说过去1年我们办了6、7场、7、8场的线下的活动。然后这1年时间里面，大概成了3对，就是有3对的同志朋友发展出了亲密关系，好像指标。你看，一个什么相亲，你那个什么像相亲角的一个那个对，但这小组长，然后现在开始说我们组怎么样，是吧？我们这年终总结我们社区可以写进去，我们社区这今年完成了3对指标。希望我明年再多一点这种可能。对，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大家其实在线上挺焦虑的，就是想要认识人，尤其是留学生，在一个其实蛮孤单的一个环境里面，然后内心是非常渴望有建立联系的，尤其是自己的社群的联系。但是其实软件对大家来说或多或少都没办法满足这个要求，大家该孤单还是孤单。我每天刷100个人，照样我还是一个人躺在家里面。但是我们去年开始办一些活动以后，就多了更多的一些可能性，就大家线下办一些活动，我们在线下活动中有一些身体的接触，有一些共创的环节。这个时候慢慢的大家开始打破线上的那种所谓的人设，因为我们现在看到都是实体的人，然后我们知道这个人长什么样，我们知道这个人的气质如何，我们知道他谈吐如何，就完全就打破了社交媒体和交友软件给人的那种假象。同时我们也不用在网上成为一个那种，就网络人和现实人是2种人。对，就网络你可以变得很无理，就是不用管对方颜面，就是行就行，不行就不行。可能人家照片没拍好，你就觉得那肯定不行。哎，对你这么一讲，我反而真的开始意识到，尤其我们老中人、简中人，又是一个从小被非常军事化管理，没有非常多的社交时间和培养社交技能的。结果你会发现，我们的人生就是小的时候，天天读书，从早到晚，到晚自习，没有时间社交，然后找个对象可能还要被骂，更别说同性恋了，被老师管。然后开始找对象，可能很多老中人很怀念校园恋情。可能那个大学时间是刚开始真的有机会和有空间吧，但是如果你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像我当时我就没有很多校园恋情，你下一步就是社交软件了，你直接就被弹出到所谓的社会中。对，就是为什么你所谓被走到社会之中开始变得要很困难，其实就是因为你发现对比于校园恋情，你们在一起线下接触的时间会非常多。在校园其中，你们可以一起去食堂吃饭，一起上早八了，是吧？你们有很多，你们并不是每天刷手机刷出来的。对，所以那个时候的恋情，大家会非常羡慕，非常自然。但你在社会上，其实你会变成了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商品化的找对象。你可能出去约会，你首先要打扮自己，就已经开始了。对，就是已经开始那个商品化物化自己了，开始打扮，开始找哪个餐厅比较高级一点，然后呢，整个美团验券，然后对，就对方也做了一样的事情，所以你们是2个精心打扮的商品在互相面试。真的是没有曾经的时候会那么对，早上可能没有洗头，但是出来一起吃个热乎的早餐什么的，是那种感觉。是，但我反而觉得，如果你开始意识到这种被物化的恋情，自己正在实践这样的恋情，那可能就是要抽离出一点，找一个人，甚至都不去找对象，可能不要有目的性的去找一个朋友，每天去见面。对，因为我刚刚想讲的是，我们就是博乐湾的活动，并不是说为了要找对象。你像我去了，我都已经结婚了，但是我们想要的是，我刚刚想讲的是说，
人是需要肢体接触的，就是人是一个非常社会性的动物，然后，我们有很多研究报告就显示，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这个抚摸爱抚，会对健康和对寿命会增长寿命以及免疫力。对，所以在我们现在这个非常原子化的社会，大家如果在大城市都是在自己小出租屋里面，老鼠人从早到晚，真的就是不健康。To be honest， 没错。所以我想讲的是，找一个人能每天一起吃个早餐，抱一抱你，贴贴，就不去做任何，只是好朋友吗？是素的，玩素的，晒的。再也别晒不晒的了，真的是会好过刷1个小时手机，对自己身心的，对，好过刷1个小时手机。对，有时候刷1个小时手机，然后就聊2句，然后被拉黑，人家消失，你其实会陷入某种自我怀疑，然后也会很焦虑，就是我别说找对象找朋友，我连约个炮，人家把我拉黑，人就跑路了。对，就我那么差吗？就是我提高我的灵魂，我有这么美好的灵魂，这么优秀的外貌，但是最后是直接人家跑路了。所以这种线上的这种方式给人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你相反，你如果投入这个时间可能去线下参加一些活动，你也不抱着目的被人评价，人家毕竟不会当场把你拉黑，然后让你滚蛋，就通过一些就是面对面真人的交流，真人的社群的活动，你可以获取很多能量，不管是身体的贴贴，还是大家一起在一个共同体里面有一些交流，建立联系，这些东西都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至少我们被关注到，被注视到，有人接纳我了。因为这些平台不一定是接纳我们的，我们会看到很多焦虑。对，我发一个朋友圈，我发一个贴文只有几个赞，人家就是几十个赞，我被接纳了吗？对啊，我会怀疑这件事情，这会造成更大的焦虑。是的，但在这里，别人不会给我一个排序，给我点个赞什么的。对，我就说在这里，就是因为我们如果一直在手机上待着的话，会迷失掉人和人真实触动是什么感觉。我们以为人和人的触动就是啊，我喜欢，我滑右边滑左边，或者我给你打个分儿。但是真实的线下不是这样的。是的，你需要，你不可能说我跟你一句话说不对付了，我把你拉黑，拜拜。对，就是你需要去理解对方讲出了一句可能你不喜欢的话，他背后到底是如何思考的。其实你也是在锻炼一种你的共情能力。是，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把人当人，我们把对方当做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就是物化的照片。然后不符合那就直接否定掉，就切断跟他一切的联系的可能。所以对于我可能参加过去这1年的活动，包括我自己组织这些活动，我个人的观察就是它至少是有利身心健康的。作为同性恋的存在，我不用再去焦虑我太多的东西，因为这里没有人 judge 你，然后你是受欢迎的，并且我们来这里也很纯粹，就是我们参加一些讨论，参加一些活动，然后我们看能不能认识朋友，我们能不能认识什么人，仅此而已。如果有一些更多的友谊甚至亲密关系出现，那所有都是加分的东西，而不会是减分项，甚至是让我感觉到非常的不适。所以我觉得线上的交友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跟线下来比，你要不要讲一讲你是怎么开始这个那这个其实跟这个故事还蛮关系，就是在这之前我只想做一个同志热线。为什么我想做同志热线，也是因为我觉得身在海外很孤单，我想要有人聊一聊同志吧，挠挠我的脚挠挠我的嘴了太冰冷了，德国的冬天。所以去年冬天我就很想说，因为我想找个谁来跟我聊聊，我软件上我也很难发疯说你要不跟我打个不录的电话吧，就我们聊个有的没的，然后度过这个茫茫长夜。所以我就想说，那没有人做，我就自己来开一个平台。我就在小红书上我就发了一个就是热线，同志热线，然后我就陆续接了6、7通的电话，然后这些人有的就是完全不认，就基本上我都不认识这些人，然后他们过来就是有我第一个接到电话的人也是我之后一起办活动的一个伙伴，我们每次都一起办活动，他是第一个打电话给我的人，然后他就说他非常想做这个项目，因为他也觉得就是这是一个很多人想要
就是有这个需求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需要有人倾听我，我需要有人看到我，但这种看到不是说基于我长得好看，对，不是我的身材好不好，不是被观赏，对，而是被看到，对，我是作为一个人，凝视，对，不是被凝视，我是作为一个人被看到，我有一些困惑，作为同志，或者我有一些感情的问题，但是我跟身边的可能直人朋友或者普通人或者我的家人其实没法诉说这些事情，甚至我都没法诉说我的孤单。那我想有一个也是同志的这样子的一个存在，他能够听我，他不用看到我，因为打电话不需要检验一下我长得好不好看，我也没有肌肉，我只需要作为一个人去跟他沟通，然后我就开始做这样的项目，所以都陆陆续续接到这样的电话，我就发现其实这个需求是很大的，很多人是需要被听见的，所以后来就想，那线上可以这么做，那我们拓展到线下吧，我们可以在线下办一些活动，聚集更多的人。然后我没想到办活动开始多了以后，就是来的人也越来越多，我们一开始聚会就个位数的人，到后来最多的时候有20-30个人的情况。然后我每次在社交媒体上 po 我们的活动的信息，都会有全世界各地 IP 的人评论说，我们也想要这个活动，你要不要来我们这儿，来巴黎吧，来德国的其他城市吧，来美国办一个活动，付钱我们空降。对对，我说钱到位了，我也到位了，对，全球空降，全球空降，我们都是呀，就写在这儿。对，但是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需求量很大，大家都是很想要去贴，很想要去跟人面对面交流的，但是实际上这样子的这种线下的聚会还是蛮少的，至少柏林这么多年可能也没有华人的同志的社群，所以我们做了1年下来，发现有很多人是定期会来参加我们的活动，然后有的人从这里面收获了友谊，有的人收获了亲密关系，也有人会每个月都来问我，就这个月办不办活动然后就可以看到说线下聚会，线下的这种交友方式给人的这种希望吧，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到大家是能看到希望，可以看到乐子在里面的，比起线上的一些。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我一开始对 Blue 有那么一点点怎么讲呢？其实我翻卡也有，我有看到过他们在做一些线下活动，然后 Blue 被封号，也有人在不是被封号，被下架，也是有人在阴谋论讲说是什么他新开的那个地图模式。在中南海看到用户哪位太子，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又如何？你明白吗？就是中南海里不可以有 gay 吗？这是让我觉得很莫名其妙。Of course， 这个只是纯猜测，我并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相关。但我想讲的是，的确，因为我们我看到过他们做了很多的尝试，这个线下社交的尝试，但出于各式各样的原因 ，of course。就种种都没有做成。相信我们2个人也都在国内有过在线下办活动或者参加活动，但是没错，被关停、被取缔、被太多了，所以很难讲。对，所以线下的空间可能在国内是比较有限的，然后其实主办方是面临很大的参与的风险。组织的风险，然后参与者也面临很多参与的风险。那线下的空间越来越少了，所以把大家逼到又得去线上来做。对，但是线上刚刚谈到，就是你一直在那个转轮里面不停的跑，最后还是一个死循环，就不太有什么。对，所以但就像我讲的，如果身在国内的朋友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跟同事或者跟你身边的 gay， 你还在有这样子的，你还可以使用软件的情况下，或者是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可以做一些小范围的社群，这样子，后果自负。如果国内做不下去，欢迎来柏林找我们。对，我们期待你们。这也是我觉得来柏林，然后在这里生活和生存下去，的确是这是另一件事情的。就是我一定要讲，我觉得柏林一定是男同的天堂。但是要花很多的，就是你要去适应这里，然后要理解这里
背后的故事，没错，就是为什么他能够成就今天这个样子，以及他可能他的天堂里面可能没有，半个小时就可以到的外卖，不是、半夜就可以随时吃的外卖，或者是说，各式各样的中餐馆或者是高楼大厦，但是它有它很独特的东西。没错，像柏林最著名的就是它有非常多的 club。像我来到柏林1年了，其实我才在这个月开始去 club，去了解柏林的 club 的文化是怎样，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就它其实 club 也是作为一个交友的重要的场所，就它不一定会带来一个所谓就是你在这里找到友谊，或者你在这里找到你的另一半。哎，你这么一讲 club 本来就是一个贴的地方，对，它就是为了感受人气儿。对，就是我就是找人，我要看到人，就是男同你们在哪里，我要看到你们。对，太对了。我知道你们在线上，但是我们看不到你们，我只看到只要照片，对吧？然后说不定也是照片，也不是真的，就一切都离我不是很贴近切实的一个存在。但是我们去 club 就是肉体都在你旁边，你会觉得贴心，你会看到他们，甚至比如说你会看到一些年纪比你长的，你会知道说，哦，我60岁的时候有地方可以去。对，而不是死了，就是60岁消失了。对，我们30岁以上，就软件上就消失，没有人会离30岁或者35岁、40岁以上的人。对，但是他们就在这儿，他们活得非常开心，他们非常大方的袒露自己的身体在 club 里面。你会觉得人生活着有念想，作为一个男童。对，就上次我们俩去十福组还看到，我感觉那老爷得有80了，就是他，我感觉他真摔一跤就起不来了。对，但是他照来不误，没有人照而不误。对，没有人限制他，没有人说这个场所80岁你别来了吧，你躺着吧，或者把你左滑拉黑了，没有这种，就是你来，然后你在这唱歌，你在这开心跳舞，或者你找到有人跟你拥抱，就是非常非常 natural， 非常 natural，就是你就是作为人的存在，你在这里享受一切，你在这里成为你自己，你在这里被看到，以及你看到其他的人是什么样子，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样子身体，有肌肉男，有年轻人，也有皮肤已经慢慢的下垂的这样子的身体的存在。对，非常的和谐，非常自然，没有划区，没有，就是大家混在一起的。就像水族馆里的鱼，你有不同的品种，你有非常鲜艳的羽毛的，而且非常鲜艳的鳞片的鱼，你有就很普通身材的，就是小鱼，大家都在里面游来游去，然后但你能看到这个水族馆的生机在这里。对，同质化的东西是没有意思的，是没有生机的，是尤其作为生物来讲，作为有机体来讲，所以我很害怕经常在朋友圈看到那种男同聚会的合照，就是大家长得是一样的，你有50个短发胡须肌肉熊站在那里穿着一样的那个背心儿，我会觉得特别密集恐惧症，你知道吗？但是在柏林我就觉得很好玩，什么样的人都有，然后你会觉得特别放心，就像我刚刚讲的，因为你看到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乐子，你就不害怕你会被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不会说因为我只在软件上看到这些肌肉男才能去那些酒吧玩，才会被别人摸，才会被别人喜欢，所以我要成为肌肉男。No， 你看到各式各样的人都在被别人喜欢，是你才知道说我也可以被别人喜欢，完全是这样子。是的，而且就算不被人喜欢也不是那么糟糕的事情。在 club 里面我有被2个人搭讪，但我都拒绝他们，因为我没有很想在现场做一些事情。但是我会发现在这里的拒绝模式和在线上是不一样的。在线上 no 就是 no， 然后没有下文了，就是他如果还有下文，线上反而是 no 就是 no。 对对对，就是他在发东西肯定把他拉黑了，然后或者你会骂他之类的，就会不愉快。但是你在线下不是这样子的，就那2位，首先对你要给个微笑，你是就在说 sorry， 对，你在 no 之前可能要有个 sorry， 然后就是对，可能就是不太合适，或者是我没有兴趣，然后他也不会，就是主要对方也不会觉得这是一种这个对你的否定，对，包括你也不会觉得别人对你否定是对你人格的一种否定。没错，就是大家问他，首先问你有没有兴趣，我觉得他问你很好，很有意思，他不如你合不合适，
好像就是你看一下我这合不合适，我这个商品合不合适，合不合规。他说你有没有兴趣，因为他不假定你是对一个肌肉帅哥才是合身的，因为你可能也对我的身体是有兴趣的，所以他问你对兴趣，或者是说你刚刚讲这些，我感觉我脑海里面闪现，反而这是种共创，它不是商品，它不是说我长这样喜不喜欢，行不行，合不合适，而是说你想不想跟我一起做点事儿？对，你想不想跟我一起找点乐子？对，他不一定默认我就是你不喜欢的类型，他就说不定你喜欢我这一款，所以他问你想不想，有没有兴趣。然后它是这样子的一个语言模式，然后当你其实没有那个想法跟其他人发生事情，我就说对不起，我没有想法，但是我说完以后，我就会摸他的肩膀，会拍下他，因为我觉得哇，他可能欣赏我了，我觉得我感觉到了一种回馈，对，那我需要很不是他妈的拉黑，对，我需要把这样子的善意再传递回去，或者是一种友好，我会觉得但是我们可以说聊聊天啥的，然后他就会站在我旁边，我们俩就会聊一聊，他就问我你在柏林多久了，你是干嘛的？对，然后我就跟他聊一会儿，然后我们就一起靠在那里看其他的人走来走去，他不会觉得说你好像拒绝我否定我了，那我赶紧滚蛋，赶紧找下一个吧，就我不在你这里很尴尬了，他不会尴尬，他就觉得我其实还挺对你感兴趣的，说不定我跟你聊两句你又会有一些什么想法之类的，但因为我不物化你，也不物化我，我就是想跟你聊点什么，跟你有点互动，但不一定要做什么，大家没有这个目的。然后第二个人呢，他过来也是上下看我，他就觉得可能我是他喜欢的类型，他就也问我有没有兴趣，我说对不起没有，然后好高冷哦，也是我拒绝所有人，所以不是他的问题。然后他就还是继续对我的身体会有一些赞美的话，他就还是在说beautiful 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害羞了，你说的大哥，你说的让我有点害羞了。然后他就会继续摸摸我的屁股什么的，我不会觉得他是一个骚扰，他会继续摸我的蛋蛋，摸一下我，对，他就是说真的很不错，他说你然后对，如果按照理论上，如果我被一个人不经允许摸我身体，我会觉得这是一种冒犯，但在那个场合我会觉得就好 natural， 对，好正常，好舒服，这是我特别喜欢柏林的点，就是说把性真的是当做一个非常自然的事情，在这里面它不会有那么多的，我反而觉得有在比较保守的地区，其实性是非常暴力的，就是会因为它会牵扯到权力关系，然后性资源这样的概念，但其实我感觉在柏林，性是一个真的就是在漂浮在空气中的一个东西，它如此的自然，它就是我们的肢体接触并不会觉得尴尬或者怎么样。而且我觉得人和人之间在线上那种隔阂，或者大家平时当中走在路上，你很难说我去跟一个陌生人，因为我觉得你很好，我很喜欢你，我就跟你贴一贴，或者我拍拍你，或者我就怎样，会觉得很奇怪，这是我们的社会。但是在那样一个场合里面，你会发现他就是单纯纯的对你的赞美，对你的欣赏，并且基于此对你有一些接触，它是一个尊重的表现，它是一个爱的表现，他没有想要伤害你，更没有想要怎样的一个这种权力关系。所以我觉得我会很喜欢这种场合。所以这个让我想到了我刚刚很想讲的一点，就是很多柏林的很多东西是钱买不到的，就是可能前几年的互联网的人会讲说你要去培养你的用户，培养你的用户习惯，然后要运营你的用户社区，怎样怎样。但你会发现线上 of course 有非常多的很坚实的社区或者怎么样，但如果把这一种社群关系实体化，然后落实在我们真实的人身上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不是任何一个用户或者任何一个公司能够做到的，说我培养我的用户能够形成一个什么用户习惯，一个用户心智，不可能。它是一个这个如果你说那些用户是这些互联网公司的资产的话，那
在柏林生活的活生生的人和这些 mentality 这些心态和这些文化，就是柏林的资产，然后是很难没错移走的。我觉得一个水族馆最重要的是这个鱼，而不是这个水族馆的构景。就这些鱼，有了这些鱼的存在，这个水族馆才得以有意义，否则这个水族馆它就没有意义。你搞得不管你再建的多大多豪华，对，没有这些五彩斑斓的鱼，你是没有意义的，是这样的，没有活力的，真的是这样的。越说越想哭了。因为曾经就是我在上海，当时就是有这种感觉，就是你会发现人是一样，就是在这里的人虽然很多，但是人的种类很少。然后你每天会看到把天挤走的楼，你就会觉得非常的痛苦。就不是痛，当时我没有觉得痛苦，我只觉得不对劲儿，就是觉得不对劲儿，我看不到希望，因为我看到人都是差不多的，然后楼是看不见的，我每天只是在不同的楼里面穿梭，然后没有新的东西让我觉得有生命力，让我值得往下活下去的感觉。对。然后直到我来到这边，我开始进到这些 club 里面，开始了解柏林的历史，开始和这里的人互动，我才发现是有另一种活法的，是因为有了这片土壤，才会诞生出这么多不一样的各式各样的人，然后你每天认识到奇奇怪怪的人，听到奇奇怪怪的故事，看到奇奇怪怪的图片，然后你会觉得好有意思。没错，就是这种人的生命力，我也在像我上次去石布茨上面看到，就你可以看到，可能我们对于所谓老年的想象是一定是有偏见，就是觉得他们可能都没有什么性的欲望和力气，或者说连性资源都没有，就他们跟性不沾边了。结果人比你玩得好。对，就是你在里面可以看到他的那种活力和生命力，就是他非常非常的，首先他很爱自己的身体，他愿意出现在这里，其次他非常 open， 他看中你的他会跟你说，因为他是带着笑意带着爱意，你可以看到他眼睛里面的那种生命力是有的，他其实是会勾你一下的，就尽管你可能不会想要跟他怎样，但是你能看到他不是什么我们30岁判定30岁以上就入土的那种，不是这样。30岁都已经入土了吧？现在或者40岁，因为我也快入土。对啊，我们这半截都在对身在土里的人。对，但人家七老八十，就是你可以看到他可能比我还有欲望，比我还有。我觉得说可能我们再回归到社会和文化里面，也有一种可能是因为就是为什么30岁入土，也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文化里面规定了你30岁不可以，30岁之后大概率你是不可以有自己的人生的，因为你需要家庭了，你需要有事业了，你需要 part of something 了，你不可以任性了，对，你不太年轻了，乱搞了，然后搞得自己身体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了，可能是你的有限的生命需要被好好利用，对，社会需要你是这样子的一个运转，而不是去乱搞。你今天晚上搞，那明天怎么上班啊？搞这么晚，明天肯定上不了班了。说到上班这个事儿，我觉得你知道，就是柏林的 club 又是非常工薪阶层的，就是柏林的 club 周日都是下午，一般大家都是晚上11点才开门吧，但是周日的时候是下午4点钟就开门，因为大家周一要上班，所以早点搞完。所以我们的 club 会为了我们的这个工薪阶层往前移，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对我们可以去上班，我们并不是不想上班，或者说我们可以去劳动，但是怎么让我们有盼头的劳动，有舒服的劳动，就我可以在劳动了1周之后大玩特玩的劳动，而不是说每天，对啊，你刚刚说30岁入土，甚至我就觉得这个社会可能在30岁的时候把你身体都已经耗尽了，对，那是真入土了，就是你真的不停的在加班，其实没有时间去探索你自己的身体。对，我觉得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多分享一些，然后来想一想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线下，也不一定线下吧，就是说交友方式。因为我之前一直，其实在国内的话，因为你就像我讲的，在国内你很多东西你发都发不出来，然后你像咱就不说铜锣湾都已经在小红书发不出来了，就是非常素的活动都已经发不出来了，还想干嘛呀？然后我就是最近才开始探索到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像我之前给你发过的那个，瑜伽，裸体瑜伽，它跟性它也是 sex positive 的，然后，很多东西真的是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就是这个东西在国内会变成聚众淫乱，然后把你抓起来，这个就是让我觉得可惜的点，就是我们其实如果一直在一个中文语境下待很久的话，你可能的确会丧失很多的想象力，然后你会一直觉得自己少了些什么，但是就不知道那是什么，然后你会把这个东西内化为这就是人生吧，你明白吗？明白。我之前会有这种感觉，就之前一直在劝自己说大家都这个样子的，人生就是不舒服的，就是没有。结果发现妈呀，咱老中人真的是能 PUA 自己，就是文化 PUA 我们，然后我们自己又 PUA 自己。我觉得来到这边，不管参加一些线下的活动，还是去这些club， 我觉得一方面是看到活生生的人，另一方面看到的是活生生的生命力。我觉得大家从内心底就是觉得自己是一个人，自己是一个有正常的欲望的，有各种需求的，同时也有自由的这样子一个人，然后是有活人感的。就我不是一个网上的一个符号，网上的一个物件，因为我们在平常日常生活中已经其实挺受够了自己不被当人，被当成工具，被工具化的，或者被符号化的这样子对待。但是我觉得来柏林这一年呢，这一系列的经历故事都让我体会到可以成为一个人，你可以讲你想说的话，你可以完全袒露自己，哪怕在野外，我们之前去魔鬼湖，在 FKK 那个裸体沙滩上面，大家就是全裸，男女老少的裸，男女老少的，真的是，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四世同堂的裸。对，我跟家里人聊过这事，他们就是直接惊掉下巴就是完全不可想象。我说不过南方也是，对，南方可能更保守，因为其实在哈尔滨在东北是有裸晒的地方的，但是我小的时候会觉得那个是变态对可能对我跟我家里人说，我说就是男女老少就一家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带上他的儿子女儿，然后再去孙子孙女，就三世同堂，然后在水里面游泳裸的。对，就其实这个我也会觉得，就是我们这个保守的世界，我都可以讲这个保守的世界了，因为你会发现审查制度并不是中国独一家，然后中美在互相交换， Instagram、Facebook 的审查力度也非常严格，对，然后你就会发现我们活在一个从小到大连男性是性器官，女性是连第二性器官，连乳房都不可以被暴露的一个环境下，一个真空环境下。然后呢，这个环境又期待着说，你可以somehow自己就是明白这应该发生些什么。然后，结果我们会发现，发生的并不都是好事儿。发生的是虐待，发生的是对于性器官的侮辱和丑化，和用性器官来骂人，你知道吧？发生的是这些东西。所以我在
就是柏林的天体的湖边，我其实看着这种一家老小，我就在想，如果我从小觉得乳房不是一个羞耻的东西，如果我从小觉得阴茎鸡巴不是一个羞耻的东西，如果我也可以非常自由自在的，不用担心我写鸡巴2个字都会被星星掉，来表达我对性的热爱，来表达我对人的热爱，那我不会扭扭捏捏，对性、对关系、对这些，我会知道这是人的一部分。就这个是让我反思很多的，就是我们在身体、性器官、思想解放上面的东西。我觉得这边的人看起来会活得更完整，他们对身体的理解，对性的理解，但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但是能看到在实践这些，比如说会去裸体沙滩或者去 club 里面的人，我觉得他们会，他们是更完整的，因为他们对这些没有什么避讳，也没有什么污名化的东西，他们不会自己污名化自己。就我进来，我大大方方说我来，什么 club 玩了，对吧？我不认为我是一个肮脏的，我是一个所谓乱交的人。你可能会跟你的同事来聊这件事情。对，你有大概率会在 club 里面看着你光屁溜的同事在柏林。对，我很难想可能在国内的环境，我跟别人说我去了一个。我去大战的群交 club， 在上周末晚上的10点12分，对，就很难想象这一切大战了3000男童。对，所以我就觉得，尤其是那个对于男童来讲，就是虽然男童在简中的社会里面已经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进步开放的一个群体，但是你会发现我们对性还是存在着非常多的羞耻。然后会有很多，我当然知道是玩笑，就是爱都爱了，爱就爱了，用那个艾滋病的爱，就是这种，玩梗，但是其实在我看来是一种，因为反而是因为不了解艾滋病的现状，然后会用这些可以说是污名化或者是带有误解的词，去当做一个玩笑。当然这个不是大家的问题，是我们这个社会没有去做到或者不去做性教育这件事情导致的。所以我觉得最后我们可以回顾和总结一下，就我们刚刚聊这么多交友方式、交友里面的逻辑，我们可以看到它一个底层的一个逻辑，就是为什么我要去交友，为什么我要跟别人建立联系，我那么渴望这件事情，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的努力，我们想实现什么？其实不外乎就是我希望我被看见，我希望我被听见，有人给我打同志热线，有人来参加我的活动，有人愿意跟我接触，其实出发点都是说我想被看见，我的身体、我的人、我的灵魂想被看见，不管他以什么样的方式，我都希望有人能够，不一定说是爱上我，但他能看见我。但我们做了那么多努力，有多少是徒劳的，有多少是陷入某种幻境？就是交友软件是我们需要它，但我们需要的是这个软件本身，还是说我们其实背后的逻辑是我们需要这种被看见？我们可以来总结或者分享一下哪些社交是有效的社交，或者说哪些方法能够真的让我们可以被看到吧？这样子的方式可以。对你来说，你会觉得怎样的方式？我觉得首先是真实，但是其实这个词特别简单说，但是你会发现，真实，尤其对自己真实，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我之前也聊到过，就是这个你处于一个开放关系之中，真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基础的事情，就是零欺骗才能够铸就一段开放关系，不然这个开放关系叫做 cheating， 就叫互相 cheating， 对，所以你是需要忠诚于自己的感受，并且还能在一个允许你真实表达自我的环境里，二者缺一不可才能表达真实，你才能做到真实。有些人，你像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可能说话大声一点儿，在某种场合，
没有注意什么，没有注意领导，没有就已经犯了大忌了。这不是一个对真实能够非常容忍的环境。但是也不要失望，我觉得人就是要不停的去找那个能够接受自己真实环境的地方。像我可能我就不停的找，我找到柏林，我找到我老公，是让我觉得我最能够真实做自己的环境。也就是说你在这边做自己，真实做自己，得到的反馈通常是正面的，对，而不是说打压式的。你说了真话，你对自己诚实，对他人诚实，并不是会带来很负面的一个结果的。就这些反馈是一个怎样的反馈呢？让你觉得我可以持续的、真实的面对我的欲望，真实面对我的伴侣。我讲一下我在亲密关系里面吧。就我们刚开始开放关系的时候，我也是第一次真正的开放关系，那我仍然不知道怎么表达，所以我也一直在，我说个非常具体的，就是我一直在压抑自己的性欲望。虽然我知道这是开放关系，但是我会觉得，开放意味着可以开放，但是我会告诉自己你不需要，然后我会掖着。藏着掖着，也不是藏着掖着，我会就是压抑自己的性欲望，我会觉得没有必要。我现在已经有老公了，我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直到我老公跟我说：“你已经多久没有做爱了？你可以跟我做爱，但是你也要多跟别人做呀。”然后我才就是嘴开始有点松了，我才觉得他既然都这么说了。我要不要说呢？然后我就还是在犹豫。然后那天我就说，要不你想不想去 lab？ 他说我都等你好久了。他说，哎呀，我就怕你，我说去，然后你不太想去，因为我看你都没有什么性欲望。然后我心里笑了。他当时还是很，因为你刚开始你还是陷入之前很拘谨的状态。但是我终于知道说。如果我早点说的话，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就是大家都不会这么难受了。对，所以后面我们就很自然，包括我老公也会他也很直白，他经常有的时候他就会跟我讲说，sorry my love， 我今天打了2次飞机，然后并不是我不爱你了，但是我今天就是没办法跟你做了，但我对，今天我就没有办法，今天没有办法跟你做了。然后我说那我也没有关系，我其实也打了，就是就他虽然他通过他的直白来鼓励我，也直白；他通过他的诚实来鼓励我，也诚实。哇，这个很好。对，所以我就发现，你诚实之后，很多事情非常简单。然后你对你的欲望啊，对你的这些东西，你曾经羞于启齿的东西，你会发现你的事讲出来之后，天没塌下来，然后事情变得更加方便了。对，就是你会更让2个人都知道彼此是人，而不是装出来的那个好伴侣、忠诚的伴侣，这样子的形象。就像我们之前聊的，线上的社交其实大部分都无法促成我们看到真实的别人，甚至我们把自己也变得不再真实了。我们在上面可能很多倾向于发一些美美的照片，我们勾引一下男人，然后就 that's it。但他其实跟我日常跟我本人其实很大的差距。其实在那上面我自己都不是一个呈现了，他可能也无法通过他这个平台，就他本身是实现不了事情，他无法诉说我是谁。就所以在那种情况下，别人还想通过他来了解真实的我，或者我来了解真实别人，更不可能。对，那就非常不可能的事情。我觉得不一定。你这么一讲，我突然又另一种想，其实我刚刚也提到了，就是说，那你不把它当做一个交友的地方，你像我现在已经把它当做一个，开启后面东西的一个可能性，可能我把它当做一个表达的地方了。就是我会把我的裸照放到上面，虽然就是必须要马赛克，但是它反而是让我更简单的说明白我是谁，我没有必要再去浪费时间去经营它。我会非常简单的把我觉得我最独特最重要的东西先贴出来。如果你想认识我，那你先看到最真实的我最想表达的事情，然后你再来跟我讲话，你觉得很有意思的话，如果你觉得没有意思，你觉得害怕，没有必要。然后再到进一步的线下的真实的这样子的认识。
线下我觉得很重要。其实我当时在上海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那个 Aloha 我就写着说，匹配之后不要跟我讲话，我们直接见面，就是如果除了见面之外，不要跟我讲话。对，我们线下聊，学到了。对，哇，这真的真的没必要浪费时间。你想认识我，那就直接见面好了。对，聊再多也没啥意思。对，没错。那对于我来说的话，可能什么样的交友方式是能够有正向反馈，是比较积极的？可能还是说，有真正的这种公共生活，就基于同志生活方式的公共生活。就当你很焦虑一件事情，我焦虑找对象，焦虑被看到，那这些焦虑其实你转化成某种动力，你去参加一些活动或者去发起一些活动，然后让更多的人进来，然后你自己也融入其中。这时候你会发现你参与了这些公共生活，公共的集体的某种也不一定是一个共同体，但它至少比你一个人的存在会更有意思。然后当你走进这个公共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别人的生命力能够深深的感染你，然后你会发现这是跟线上看到的世界是两个世界。就你可以在一些微信群里面 gay 的微信群里面水群就聊半天，但都不如你可能线下聊个几个小时，你会发现这么活生生的生命力，这样的人真的还想下次再见到他，然后去更多的了解彼此。就这种公共生活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对，我觉得可以抛个引子，就是我们介绍一下柏林的，我们后面一定会介绍柏林的公共生活，因为我们每次讲公共生活，大家的概念可能还停留在一个聚会或者是去 club。让我第一次觉得很惊讶和羡慕的就是柏林就是柏林的AHA是从80年代还是几十年代几十年的一个给未成年同性恋提供性教育的，或不一定是性教育，但是性教育是里面其中一环的一个整套教育的一个组织。就是你可以向他们咨询很多事情，如果你年纪很小，然后你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些，然后你可能不知道自己是同性恋还是什么样子，你可以直接走到他们的楼里面，然后呢他们会有志愿者来帮助你，然后跟你聊聊天，然后咨询。然后还有在这个柏林这家我估计你不知道叫 Abnia， 它是一个 HIV positive friendly， 就是艾滋阳性友好的 sex club。对，但是大家也不会说谁是阳性谁是阴性，但是你一般进去他们会就是讲说这个是一个阳性友好的。你会发现那里面的人会非常的，他们不光光是 sex， 他们会跟你一直在床上聊天啊，缠绵很久很久，是和其他 sex club 完全不同的体验。他就一推荐我想去，我说文森一定可以去，文森也很喜欢这种，我就喜欢聊天。对，所以这个也是，所以我当时知道 HIV 阳性患者都有自己的性空间的时候，我就觉得差距真的太大了。因为你在国内就已经就是你说都不敢说出来的。然后还有什么呢？对，我自己，因为我们就住在村里，德国的村其实还挺多的，也挺封闭的。我一直在想说，如果我是个德国小村里的男童，我该怎么知道这些信息？因为我们知道德国也有非常保守的地区。然后我就一直在问身边的朋友，他们就讲说，其实很多大学首先是会有 NGO，然后呢，现在这个CSD 就是同志游行，也在就是每一个小城市的政府都在比较积极的想要去安排他们小城市的 CSD，我们这个村还有 CSD 呢。然后对，会有他们上学时候可以去通过这些地方了解，然后呢他们不然就是开车开到最临近的大城市，基本上每一个大城市都会有 gay club， 然后去认识人，去了解这些事情。我想做的也是想把我作为一个简中男童在柏林看到的男童
可以有的这种超过我之前想象力的东西，去翻译成中文，去告诉大家。然后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明明那么多想法，其实也一定会有非常多，然后想要一起做事情的，想要共创的人一定也非常多，只是我们太原子化、太散落在各个地方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要好好利用算法。算法也听清楚，让潜在的人可以对，我看到们给算法然后来算，给我们这个推到需要的人，可以有一些合作的可能。对，如果我们推到了一些柏林能够提供空间的场地的，对，当然我们已经有一个固定的场地的，每个月一次还有点少。我也觉得，所以我们可能会有2个方案会更好，这样轮着来。对，这样我觉得餐厅都可以，饭馆还可以促进消费。对啊，饭馆促进消费，咖啡厅就是有一个屋顶的地方就可以，能够容纳10几20几个人。我们也可以去你提供的场地来和你一起录音，如果你愿意的话。然后就是想参与的人也非常欢迎来参与。我们知道之前有很多你在办活动的时候，很多人是从很远的城市坐火车专门过来参加半天的男同聚会。是，对，但好在我们可能做更多的事情来，对，所以要珍惜这个机会，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对，想要认识留学生的也可以跟我们，对吧？所以我们还可以就是远程的跨国恋搭桥。对呀，然后就是语言学习辅导，想要招留学生做家教辅导的也可以联系。我觉得我们对，我们既然不让下小蓝小红了，我们就做自己的我们有太多的替代的东西了，我们就做替代品啊。对，我们就是线下的小什么不知道小。那我线下也可以有，我的意思是线上我们也可以搞起来。就是如果没有那个平台了，那我们就是线上。